他想起最初发掘自己心意的时候，他真的跟电影里面的梁山伯一样迷茫纠结。梁山伯以为自己喜欢了男人，既雀跃于心悦一人，又痛苦于世人不容，想劝自己克制在同窗之意，却又止不住的心动。蓝忘机那时候觉得自己病了，他甚至看过心理医生。他不敢对任何人提起，觉得那份感情不正常，觉得那种心思亵渎了魏婴。他熬不过内心的纠结，终于偷偷找了医生，被告知接近抑郁了。他那时候有严重的抑郁倾向，去表白是被医生多番劝解、鼓励、引导，又警告以后才不得不去的。医生告诉他，再克制，他就真的抑郁症了，打不开心结会一辈子闭着，甚至失去活着的兴趣。既然动心了，是可以光明正大说出来的，也许对方有回应，皆大欢喜，即便对方不接受，也能彻底放下情根断了念。也或许在一起之后，才发现是错觉，不过是喜欢、感谢、报答各种复杂情绪的纠葛。他鼓足勇气才迈出的那一步，惊喜的是，魏婴点头了。在一起之后，他的心动只增未减，是真的爱意浓浓，不是一时兴起，不是别的情愫，就只是很爱他，很确定想守着他，某些时刻的情动会特别想要他。老天对他不薄，他得到了所求，是足够幸运的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突然沉默，知道他想起了什么。以前他不懂，他曾觉得蓝忘机当年追他是冲动，也许真在一起腻歪2天就淡了，自己也是真的有心动，也怕自己有遗憾，所以答应了。好在他答应了呀，他得到了多么好的一个人啊。蓝湛，我在，其实我很想告诉你，你当年的不容易，你哥都告诉我了。可是你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肯定不想别人知道吧？你不想你哥知道你的隐私，也不想我知道你的痛楚吧？你相信我，我们会很好的。蓝忘机看向魏无羡，思考着这句话的意思，他很想听这样的承诺，可根本不确定这是承诺。魏婴，你是想说，我们即便离开彼此，也会过得很好吗？若你是我的白素贞，我甘愿一生为你扫塔；若你是我的祝英台，我也情愿为你远身化蝶。只是我守不了你多久了。魏无羡观察着神情，意识到蓝湛并没有明白他在说什么，急得一顿补充解释：蓝湛，我是说我们会在一起，会很好。没有人要我们殉情，没有法海会收走谁，我们会很好的。我会在你身边的，哪怕有分开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在。拿起蓝忘机的手，放在他自己的心口，接着说：你说过你的心是我的，那你听好了，魏无羡的心也是你蓝忘机的，一直都是。从你心动的时候，这颗心也跟着你动了。可能我后知后觉，但是我心里有你，你明白吗？冰糕已经晒化了，落在地上。蓝忘机的心也像这冰糕，落在地上热热的，却又凉凉的。他明白他们互相心动，他只是不舍得这么快就要怀着心动分道扬镳。如果魏婴走了，他的世界又将回到原来那一片苍白。就这2天，他已经暗暗觉察自己胸口时不时在疼痛。魏无羡担心蓝忘机沉在不好的回忆里，很快换了话题，拽着蓝忘机去看接天莲叶无穷碧，要他摆各种 pose 拍照，还故意试探蓝忘机，耍赖撒娇，非要一朵荷花，磨着蓝忘机去摘。蓝忘机活了20年都没有捣蛋过，景区人头攒动让他偷花，他窘得一塌糊涂，也就暂时忘了阴霾。好在魏无羡只是闹一闹，并不真的要，见他不再消沉，就放过他了。晚饭定在了外婆家，魏无羡要来这里吃西湖醋鱼。蓝忘机怕他又点一桌清爽菜，专门要了铁板牛柳，嘱咐多加辣椒。真的上菜以后，魏无羡就翻了白眼。西湖醋鱼真的是太清淡了，没有油就算了，盐也没有。查了菜谱才知道，真的根本不放盐的。除了酸，他是真的什么味道没吃出来。蓝忘机倒是喜欢，说鱼很鲜嫩，厨艺高超。好吧，有一个人满意就没白来。加足了辣椒的牛柳是真的够劲，魏无羡也吃得欢畅。饭后甜点是绿茶饼，香芋浓重，脆脆香香，2个人倒是都很爱吃。吃饱了回到西湖边上溜达消食，魏无羡不再被牵手了，他干脆学女孩子一样玩起蓝忘机，小鸟依人的贴着人走路。蓝忘机看他玩的兴起，也不言语，由他去。
夜幕降临的西湖，灯火阑珊，色彩给湖面加了妆点，更是显得撩人。晚间不再炎热，微风拂面，清清爽爽，大有醉人的意味。走到柳树浓密的无人处，蓝忘机才突然压着魏无羡，勾着唇舌亲吻他。被制住的人也期待已久，静静的回应，一吻香甜，都是香芋茶饼的味道。正吻到情乱，蓝忘机突然打了个嗝，窘得一脸黑线，惹得魏无羡笑得岔了气，半天缓不过来，眼见着无法继续，只好横臂搂着腰，慢吞吞往回走。魏婴的腰真的细呀，还是要多给他吃一点才好。只是打嗝不会只打一个，所以魏无羡笑了一路，幸亏有蓝忘机搂着，不然腰真的要笑折了。他是第一次见到360度无死角的酷盖蓝忘机如此失态，哈哈哈哈哈！洗澡出来的时候，两个人终于恢复正常了，不打嗝了，也不笑了。魏无羡问蓝忘机想不想赏月看星星，蓝忘机会意，就去落地窗那里摆弄茶具。魏无羡笑眯眯把他拉回床上，让他躺好，摆开他的左臂给自己当枕头，然后躺进他温热的怀里，神秘地对着他笑。蓝忘机满眼的探究中，魏无羡在背后摁下了开关。随着一声遥控声响，屋顶的一大块区域开始移动。那块区域乍一看就是普通吊顶，现在随着移动慢慢露出来一丝缝隙，然后慢慢扩大，露出了月亮，又露出了星光。等到声音停止，屋顶已经出现了玻璃天窗，当然还有窗外浩渺的星空月色。蓝湛，我说过，星星月亮都给你。蓝忘机闻言，收紧了怀里的人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头顶。这就是魏婴准备的惊喜了，漫天星月，爱人在怀。他说要宠我，教我撒娇，教我胡闹，给我星星月亮，原来是真的。偷眼看蓝忘机满眼的星光，几乎要落泪了。感动到位了，效果不错。要宠坏这个小孩，从惊喜浪漫各种感动开始，他要把这个冰山脸捂热了融化掉。魏无羡捅捅他，又捏了一个小瓶子在他眼前晃。蓝忘机盯着瓶子看了许久，没反应过来，又伸手捉住定睛看，才看清楚上面写了3个字：润滑剂。蓝湛，你说的，随我高兴。我准备好了。蓝忘机听懂了，可并不敢看他，没有动。魏无羡躺在他左臂的怀里，早听见他心跳加速，想得跟敲鼓似的。没想到这个人这么能忍，都送到嘴边了还假装冷静，反正是铁了心要做了，干脆放下瓶子，搬过脸来主动送吻。蓝忘机脑海里天人交战，他听得懂魏婴要他为此热血沸腾，可是他不敢。如果这是今晚真正的惊喜，他却怕极了，他怕这是魏婴的诀别。不曾拥有还好，一旦尝过，怕是余生都要沉沦了。他怕今后夜夜无眠，见不到他，听不到他，摸不到他，得不到他，却万重是骨想要他。魏无羡以为蓝忘机害羞矜持不敢动，心疼他为了尊重自己克制了2-3年之久，于是更加放肆，吻着耳边鼓励他，叫他名字，一遍又一遍地唤着蓝湛，蓝湛，蓝湛。蓝忘机终于反客为主，下手温柔，口舌凶悍。魏婴，你想做的事，我都答应。